男主怎么也没想到，他居然会被神社的老爷爷相中当孙女婿，要他在从未蒙面过的3姐妹中挑选一个当老婆，最后再继承神社。对于这种无理的要求，男主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奈何姐妹们实在是太好看了，他也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了。而在这之前，从小父母双亡的男主在孤儿院长大，17岁的他也到了要离开这里的年纪。他刚好又被神社的公司给相中了，对方要收养他，于是乎男主便顺理成章的来到了神社寄宿。而这一天刚好公司不在家，他还以为对方是因为年纪大了没听到，便直接来到了里屋寻找。忽然他听到旁边房间有女孩子的声音，而且对方好像还在换衣服。理智的男主知道一旦打开门，肯定会被当成变态来对待，于是便选择在外面等待。但没想到的是，还没穿好衣服的他们居然主动走出来了。今のは見なかったことに。できるとでも思ったか、届き者！もっと塩を持ってこい！この破廉恥な汚れを払わねば！でも、血出してるよ。手当てしないと。今時興奮して鼻血出しちゃう人とかいるんですね。之后，男主向大家解释了他来这里的原因。从今以后，他要在这里借住。而对于这件事，3姐妹有着不同的看法。20岁的大姐叶虫展现出了成熟的一面，希望男主把她当成姐姐，有什么不懂的事情都可以来问她。而14岁的小妹潮姬则是非常调皮，希望男主把她当成亲妹妹来疼爱。妹って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から一緒に暮らす家族なんですよ。这2位都非常欢迎男主来入住，只有17岁的二妹希奈坚决反对这件事，更别说把男主当成家人来对待。而男主对于希奈的冷漠并不意外，反倒是觉得正合他的胃口。他也不打算扮演什么感情好的家人，他只想要一个能够安静读书的环境就够了。まあ、とりあえずは様子を見てやる。ちゃんと飯を食べたいのなら、お行儀よくするんだな。名前は、上果てうぶーくんだったかな？どうぞよろしく。之后，大姐带着男主来到了他即将要入住的房间，在帮他拿棉被的时候，柜子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一个不小心，所有东西都涌了出来。待て、バランスが！なんだ今の音は！誤解だ！男主也是无语了。他真的只想要认真读书啊！来这里发生了太多意外，耽误了很多时间，现在必须要加紧补上进度才行。忽然小妹又从身旁出现，说是要和男主增加感情，所以特意来找他玩。男主并不领情，还让他赶紧出去。こんな美女が急接近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に、本当についてるんですか？调皮的潮姬开始检查男主的行李箱，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书籍。いい加減にしろって！今度はなんだ！ロリコだから誤解だ！连续被揍了这么几顿，男主实在是没心情看书了，于是便出来洗个脸冷静一下。看到一边的房间里居然还亮着灯，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打开了门，没想到大大咧咧的希奈居然就这样睡着了。由于晚上比较冷，还打起了喷嚏，男主出于好心想要帮他盖被子。まさか私もただしまだ！落ち着けって！ゆなね、どうしたの？ごめんね、お邪魔して。違う！うちら全員とスケベしちゃうなんて。ほんと誤解なんだ！信じてくれ！原来希奈是因为熬夜折玉手不小心睡着了，这些都是准备发给参拜的人的，而这也是她们3姐妹作为巫女的职责。通过这个帮助大家和神明牵线，替大家祈福。男主忽然发现他们手上的发带好像都是一样的，大姐解释这是母亲留给他们的遗物，也是他们最重要的宝物。当他们得知男主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现在读书是为了报考京都大学医学系的时候，都表现得有些吃惊。希奈更是直言，还以为男主只是一个单纯的变态而已。不过既然你有如此志向，来到我们神社也算是你的运气好。それにこの時期は奇跡が起こ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な。奇跡？押しつぶのかない雨だ！お前も毎日神様に祈れば、きっと願いが届き、奇跡が訪れるだろう。バカバカしい。男主并不信奉神明，所谓的流星群只不过是陨石降落罢了，竟然会相信这种幼稚又毫无科学依据的传说，我实在无法理解你那童话故事般的大脑。男主这番话直接完美踩到了希奈的雷区，这次都不用物理攻击了，直接气到了开始扎小人诅咒他。第二天，有不少人来到了神社参拜，3姐妹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分发祈福过的玉手，但很快意外就出现了。不会说英语的希奈根本无法和外国小女孩交流，好在男主及时出现，用英文帮她解释了这一系列的行为，小妹妹才知道希奈是在替她祈福，完美化解了这一场危机。这个瞬间，男主在希奈心中的好感度飙升。紧接着又发生了一场意外，她的发带被小鸟给叼走了，这可是母亲留下的遗物。尽管3姐妹寻找了一天，
但是依旧没有任何线索，只能明天再找了。大姐见到希奈这么的自责，连忙安慰她：私たちには神様がついてるから、きっと導いてくださるよ。はい、すぐ見つかります。そうだな。男主又过来泼冷水了，认为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神明的想法非常可笑，是否能够实现愿望，绝对不是靠神明，而是靠自己。他这么一番话，又是踩到了希奈的雷区，刚刚积累的一点好感度瞬间变为了负数。半夜的时候，大姐和潮姬为了调解两边的矛盾，特意来男主房间找他，但不巧的是男主并不在。忽然他们注意到了男主桌子上的照片，那是他和母亲的合照。大姐听爷爷讲过男主的过去，他唯一的亲人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想必那段时间他一定向神明祈求过无数次吧，但都没有实现，这也是他不信奉神明的原因吧，所以才会努力学习，立志当一名医生，想要靠自己去实现愿望。看到这里，大姐的心情变得沉重了起来。大丈夫ですよ。あの二人って案外似た者同士でしょ？素直じゃないところとか、なんだかお人よしのところとか。確かにね。だから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んです。あの人はきっとうちらの味方です。果然善良的男主独自一人来帮希奈找发带了，因为是被鸟叼走的，他便要爬树找鸟窝，也因此摔倒了很多次。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没能找到。绝望之下，他想起了姐妹们说的话，不信奉神明的他忽然萌生了祈祷的想法。另一边得知男主难言之隐的希奈开始到处找他。あいつの大切なものが見つかりますように。願いを口にするのはいい心がけだ。ひどいことを言って悪かった。こちらもきつい言い方をして悪かった。见到男主为了他遍体鳞伤，希奈从心底接纳了这个男人。大姐和小妹见到两人和解了，也是非常开心。回去的路上，浪漫的一幕发生了，流星雨和掉落的樱花映照出了一幅极美的画面，大家都惊叹这恐怕就是奇迹吧。男主也震惊了片刻，但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原理，便感觉没那么神奇了。でもほら、今のお前の目の前にある景色は奇跡みたいに綺麗だろ？まあ、ほんのちょっぴりの。素直じゃないですね。そもそも美人三姉妹と一つ屋根の下ってだけでも奇跡なの。而更神奇的是，不知是不是神明显灵，他们的愿望居然真的实现了，发带又奇迹般的掉落在了希奈的头上。男人怎么都想不到，自己来神社借住第一天就被公司大人要求入赘并老婆3选1，而且更离谱的是，男主还得每天伺候这3位美少女，就连洗衣服都得要求男主来干。おい、このブラとセットのパンツはどこだ？見当たらないぞ。気にするな！上下が揃っているとは限らないんだ！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いかも。っていうか、なんであんな慣れてるんですかね。原来等公司大人回家的第一天，就要求男主入赘继承神社，这瞬间就把男主听懵逼了。你这老头子最开始可不是这么说的，可公司却早有准备，他表示已经帮男主找到了升学率最好的高中。男主一听就直接来了波土下座，翻脸简直不要太快。可三姐妹却在一旁开启了小会，只因就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自己爷爷居然叫男主入赘。为了能将男主赶走，希奈便想到一个计划，随即他便叫来男主做饭。可就当打开冰箱一看，硕大的冰箱里只有洋葱跟鸡蛋。然而三姐妹显然小看了男主，没过一会，男主就端来刚做好的料理。见计划失败，希奈又叫男主去洗衣服，只因家里没有烘干机，每次只能手动烘干并晾晒。可另外俩姐妹马上意识到，把衣服全部交给男主去洗实在有些害羞。还没等希奈反应过来，男主就掏出一条圣物。于是，在三人羞涩的表情下，男主已经将衣服全部晾好并叠了起来。可傲娇的希奈依然不打算罢休，紧接着便叫男主去整理长女叶虫的房间。而男主怎么都不会想到，平常打扮精致的叶虫，房间里脏的就连地板都看不到，除了桌上的化妆品，地上全都是作画用的颜料。只因好久没有清理，有些废弃的油画已经开始发臭。于是，在男主一番努力下，整个房间瞬间变得久久新颖。这让三姐妹怎么都没想到，书呆子男主居然不仅精通学习，家务方面更是强得像个家庭主妇。可男主却坚持不下去了，只因今天直到现在自己都没开始学习，全部都在帮这三人洗衣做饭。于是他便向三人道歉后，整好行李离开了神社。可希奈虽嘴上说着计划成功，身体还是诚实的跟了上来。于是三人便一路尾随男主，只见男主越走越偏，最后走进一家阴森的房屋。可让希奈害怕的是，男主下一秒就出现在了自己身后。那这是一所儿童保护机构，专门为无法监护孩子的家庭管孩子。女孩名叫武咒，是这家机构的专属医师。然而让三姐妹想不到的是，男主边上有个大姐姐武咒陪着也就算了，就连男主的青梅竹马鹤山也住在这里。一眼望去，男主身边竟全都是美少女。而今天之所以会把孩子们都叫过来，是为了给他们住院的家人们折千纸鹤。传说千纸鹤就是能集合许多人祈愿的特殊护符。说着，三巫女便起身帮忙。可一段时间过后，要么就不会折，要么折的几乎和纸鹤没啥关系，要么就还在磨洋工。这看得男主实在无法忍受，于是他便亲自出手折出一整条千纸鹤。殊不知，就在男主小的时候，就曾为生病的母亲送上千纸鹤，希望母亲的病情能够好转。虽然结果不如自己所愿，但男主还是将
将千纸鹤递给面前的海人，给予他们希望与肯定。来到傍晚，武纣安慰男主，三姐妹就是因为放心不下才大老远跟踪到此，便希望男主和他们好好讲清楚。而三姐妹这一天经历下来，也深深明白了男主考上京大的坚定决心。就连傲娇的希奈也对男主表达歉意。可还没等男主感到高兴，第二天男主就绷起老脸，只因三姐妹实在是呆得可爱，晒衣服能晒到地上，房间里的东西只加不减，晚饭更是等了1个小时，一个菜都没做好，这让男主还没开始学习就瘫坐在地上。可就在这时，公司却找到男主，只因男主昨天答应了入赘，他便决定从以后开始要求男主和自己的3个孙女挨个相亲。这次男主是真的沦陷了，一开门竟看到校花朝姬就在洗澡。为了不产生不可描述的想法，男主立刻关上浴室大门。然而让男主更想不到的是，凌晨5点半本想起床上个厕所，可没想到朝姬居然就睡在自己边上。就在2分半前，一大早男主就被房东大人传来噩耗，只因为了能有人继承神社，老房东便叫男主陪自己的3个校花级别的孙女相亲。第一位便是年纪最小的三妹朝姬。本以为朝姬肯定只想敷衍一番，可结果一进屋，この度はお見合いをお受け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三女の朝日です。这听得男主下巴都差点歪了，你小子一相亲怎么就来兴致了？可朝姬不但来了个积极，等房东走后，朝姬居然直接来到男主面前开始更衣，这让母胎男主哪顶得住？おい、いきなり何やって。うち、ずっと龍さんとしたいなって思ってたんです。一体何を？一緒にランニング行きますか？于是2人便开始了马拉松比赛。男主也是没有想到，平时看起来玩得最花的3女朝姬，爱好居然是大清晨就起床慢跑。但随即男主表示，自己身为比朝姬大3岁的高中生，体力这方面绝对不会输。可3小时后，男主就仿佛被榨干了一样，最后便累得倒在了家门口。出了一身汗的男主一起身就朝浴室冲去，可下一秒，おい、なんで戸閉めてないんだよ。うちは開放的な方が好きなのです。紧接着来到晚上，深夜的男主打开手机一看，时间竟已经来到5点，这才发现今天由于太累忘了学习。本想抱怨一下朝姬，可一转头竟发现对方就躺在自己边上。朝姬表示相亲还要继续，男主看了一眼时间，表示凌晨5点要怎么相亲。随即朝姬便说道，希望男主陪自己去仓库准备待会晨跑的装备。一打开仓库大门，男主就感到有些不安，毕竟带仓库2字的地方总能成为事故高发地带。然而事实却正如他所愿，随即一阵大风从后面吹来，老旧的大门便瞬间关上，同时还帮2人锁上了门。男主看向边上的朝姬，这才发现对方正在不停地发抖。回想起刚才就连洗澡都要开着大门，这才明白朝姬非常害怕封闭的空间。为了让他消除不安的情绪，男主虽然嘴上很不愿意，但身体还是诚实的让对方抱着。与此同时还撬起了窗户，紧接着便跳到1楼给朝姬开门。这时另外2姐妹也赶了过来，而新的一天便是和次女希奈相亲。3姐妹中也是希奈最讨厌自己。想到这，男主本以为对方会非常不情愿，可就当他一打开门，上果て風流様、どうかこの私、ユナとの結婚を前提にお見合い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この地獄は想定していなかった。走在路上让男主非常不安，平时看到自己就开喷的希奈，如今竟然讲话都变得温柔了起来，而且今天看上去还显得格外的可爱。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一来到屋内，男主便质问了起来。お前なんかおかしいぞ。一体何がしたいんだ？説明しろ。わかりました。おい、一体何を？少々気が早いのですが、この神社の未来の世継ぎをどうか私と。男主怎么都想不到，平时最讨厌自己的希奈如今却来以身相许。这下得母胎至今的男主直接起身叫她穿好衣服。见状，希奈也恢复了神智，便起身离开了房间，这让躲在门缝偷看的2人直呼可惜。一问才知道，原来3姐妹都非常想让神社得到继承，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2个姐妹，希奈便打算直接牺牲自己让问题得以解决。见状，男主恍然大悟，便询问2人希奈的喜好。于是来到屋内，男主就叫希奈赶紧去换衣服，不要耽搁接下来的相亲。紧接着便来到一所猫房，闻言希奈喜欢猫，男主便将她带到这猫比人多的地方。だが私は、そんなそれごとにうつつを抜かすわけには。かわいい。もうずっといたい。ここに住みたい。めちゃくちゃうつつを抜かしてるじゃねえか。男主也是没有想到，一见到猫希奈就会可爱成这样。为了不让他整日因神社愁眉苦脸，男主便跟希奈在猫房玩了1个下午。看到对方一脸开心的样子，就连男主都还想进去再玩2个半小时。
紧接着来到第3天，男主怎么都想不到，前2个姐妹都是等自己进房，可长女叶虫却偏偏反其道而行，直接让男主在屋内苦等了1个小时。这气的男主直接拉开房门，可没想到对方竟然身上一块布都没有，这吓得男主直接关门留起了番茄汁。为了打消不可描述的想法，男主便又看起了英语高级语法，于是又等了1个小时。此时男主再也忍不了，打开房门一看，没想到叶虫直接人都没了。于是找了半天，男主才发现叶虫居然在隔壁神社画起了素描。只因看到叶虫房间内的一幅油画，便认为他会来这里取景。而别看叶虫平时一副傻白甜的模样，实际上对方撩起男主可是手到擒来。いいからちゃんと訳を話せ。なんでお見合いをすっぽかして急にいなくなった。まさか忘れてたなんて、とぼけるつもりじゃないだろうな。そっか。ウリュウくん、そんなに私とお見合いしたかったんだ。俺がお前にお熱みたいな解釈やめろ。じゃなくて、なんでお見合いをすっぽかしたんだよ。なんでだと思う？それってどういう？乙女の秘密？でも、ウリュウくんは名探偵だから、いつかきっとわかっちゃうかもね。せっかくだから、ここでお見合いしよっか。行こう行こう。おい！于是接下来，男主就被叶虫拉着在神社玩了一整个下午。结束前，叶虫还给男主买来一个护身符。而既然3天的相亲结束，叶虫便转头问起男主想和谁结婚，同时还顺便撩男主一番，这让男主哪受得了？为了赶快走人，男主便向后退去，可没想到身后竟然是台阶，一脚踩空让他直接倒下去。而在护身符被扯断的一瞬间，男主竟然看到自己以后的未来。几年后，他成功考进京都大学，并成为了医生，甚至还直接和3个姐妹都结了婚。夢だよ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眼看着自己即将当上神社的继承人，用不了多久3姐妹便会成为后宫。结果这时候金主表示要把神社卖掉，只因来参拜的人流量大幅减少，不愿做亏本买卖的赞助商将终止对神社的赞助，由此他们失去最主要的收益来源，面临破产。而男主同样要被打回原形了。也就在刚刚，男主询问长女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从阶梯摔下来的他会没事，甚至是说那些话。然而长女听得一头雾水，似乎根本不记得昨天相亲的后续。而这时次女出现打断他们的谈话，叫男主去购买茶叶和点心，要招待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随后叫北白川的男人表示要卖掉神社，就如开头所说的那样，至于居住的这栋房子会保留下来，不用担心。接着故意提起3姐妹的母亲，对方还活着的时候，神社每年1度的大型祭典活动可是能吸引超过1000人来参拜的。后面听说为同时兼顾孩子与神社，以至于造成过度劳累而体力不支倒下。こんな役立たずのコーラを守るために命を落とすなんてアホな母親やでほんま。要不是有大姐拦着，保不准次女会直接动手殴打金主。关键时刻，男主站起来为他们打抱不平。如果今年的祭典活动能拉来5000人怎么办？而这在北白川听来不过是意气用事，谁又不会吹牛逼呢？至于3姐妹倒是相信男主，于是纷纷低头请求能给一次机会。见状，即便是他也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准备看完他们的业绩表现后再做决定。当然，这次活动他们不会赞助1分钱，还有这场赌约若是输了，那么连这栋房子也要收走。而对此所有人都没意见。后面男主经过通宵调查发现，自从他们母亲去世，老登担心3个孙女年纪太小，所以至今都没举办过大型祭典，导致商店街的摊贩们都没有出摊的机会，从而失去原有的热闹氛围。随即男主准备利用网络社交平台攒一波人气，先以神社的名义注册个账号，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有这么个地方。至于流量密码，自然是3姐妹通过她们的颜值来吸引观众。そんな提案してくるってことは、ウリュウさんはうちらのことを可愛いって思ってるってことですよね。まあ、可愛い方だ。まあ、事実ですから。ありがとう。蓝毛闻言自信心爆棚，就由美少女的自己来把他们迷得神魂颠倒。结果发张照片过了2个半小时就1个赞。男主感觉只发一张随手拍的照片没什么用，于是蓝毛把照片换成次女的，并附加许多对神社的介绍。结果无论怎么尝试都没能爆火。就当蓝毛打算拍一些性感照时，次女觉得还是不要以3人作为出发点，毕竟他们的核心是宣传神社，做那么露骨的事情对神明太不敬了。接着批判蓝毛没资格当巫女，而蓝毛肯定是不服气的。就这样2人出现争执。不过此时大姐发动血脉压制，只需一个眼神就让他们乖乖消停。等晚上经过男主的帮助，次女明白了他一直都在为神社的存亡着想，否则也不会大半夜的还在敲键盘。于是次女主动道歉，双方很快便重归于好。长女见状激动的扑上去拥抱，一旁男主则发现这是个好机会，当即掏出手机拍下这温馨的场面。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经过1个晚上的发酵，他们成功收获3.5万的点赞，后续视频的热度也在节节攀升。而既然人气的问题已经解决，那接下来也该讨论出售的商品。长女自信保证2天就能提交新的护身符设计稿，剩下3天用于批量制造。结果2天后她依旧没有半点进展，甚至还懒散的表示没关系。でも知ってるよ。本当は明日の午前中まで大丈夫なんでしょ。締め切りギリギリじゃないとやる気が出ない漫画家かお前は。直到晚上将近12点，他在池塘边看着锦鲤为了抢饲料而亲在一起，觉得锦鲤也会谈恋爱，顿时灵光一闪，想到不错的方案，于是只花半小时就完成了设计稿。就这风格绝对很受女生欢迎。男主无奈表示他太我行我素，相亲时做的事情也让人难以捉摸，看来往后得一直盯着他不放才行。此话一出，瞬间遭到2姐妹吐槽有点恶心。ごめんね、ウリュウ君。
いろいろと迷惑かけちゃって。でも、ありがとう。最后是商店街的问题，为此他们特意来到商店街振兴组协会，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帮助。一番诚恳的请求之后，原以为要通过这关同样很难，可谁料会长直接答应。而听了一番说明才知道，神社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回忆，所以只要保住神社，让他们做什么都行。在男主到来之前，他们也是在讨论这个话题，由此基本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今まで自分たちだけで頑張らなくてはと思っていたが、あいつのおかげでいろいろ気づかせてもらったな。これならやれますね。例大祭必ず成功させよう。みんなと一緒に。男人怎么也没想到，一向天然呆的长女对男女之间的情感总表现得很迟钝。然而这次男主帮他们解决了神社被卖掉的危机，他便直接当着2个妹妹的面偷家。なんか嬉しくて盛り上がっちゃった。也就在刚刚，随着神社的官方账号被3姐妹带火之后，很快就到了祭典当天。结果来捧场的也不过几十个人，就当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只见蓝毛慌张地说道：“有人冒充神社账号到处散播活动终止的消息。更离谱的是，他们真的账号还被当作冒牌的给封了。而能做到如此精准致命的针对，除了金主根本想不到还有谁会这样。”在3姐妹看不到希望即将认命时，男主声明现在就放弃还太早了。随即接过日程表看了一遍，虽然舞蹈表演是在下午举行，但为了能够吸引观众，所以决定把舞蹈和抬神轿提前安排上。话音刚落，3姐妹都觉得太乱来，这样会给振兴组协会造成许多麻烦的。却不料会长早已带领着成员准备就绪，没有丝毫的拖沓。男主当即去街上派发传单，让作为主角的3姐妹专心表演。于是男主又无意间刷了他们一大波好感，只不过冷漠的人实在太多。就当为传单发不出去而感到苦恼时，院长刚好出现提供助力。他知道男主喜欢装逼多管闲事，经常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但既然决定要做了，那就要做到最好。随后就连福利院的孩子们也在帮忙宣传，效率瞬间提升上百倍。此刻大叔们抬着神轿来到街上，望着在上面翩翩起舞的3姐妹，粉丝和路人们纷纷跟着一起去凑热闹。与之相比，小人之心的金主就不开心了。一旁男主见状顿时有了底气，觉得5000人流量应该不是问题。结果刚燃起的希望就被突发的大雨给浇灭了，这下根本没有人愿意出来玩。就当男主有些绝望的时候，3姐妹安慰道：“神是不会弃他们不顾的，甚至会看在他们如此努力的份上伸出援手。”随即一同对着神祈祷。按理说这本是白费功夫，可谁知下一刻还真就灵验了。雨下了不到半小时便放晴，这期间樱花在冲刷下许多都掉入池水中，让这片景色变得更加梦幻，同样也使他们后面的表演锦上添花，吸引许多游客来拍照打卡。すごい、こんなに人が。雨上がりの奇跡のおかげだな。散った桜でまさかこんな光景が。まさに恋の池ですね。后面限定的恋爱御守销量非常不错，院长担心男主应付不过来，又再次帮忙分担。当听到院长表示神社的工作还真辛苦的时候，男主跟着抱怨3姐妹的麻烦事太多，害得自己没时间读书。至于为何还要帮他们的忙，就算男主不说，院长也一下子看穿他是不忍心，以及乐在其中的心情。直到下午，距离活动结束剩5分钟，明明只差一个就能完成目标，可周围根本看不到其他人的踪影。眼看着即将6点了，金主一个闪现来到现场宣布活动结束，若不出意外，他们绝对落败。合格です。京さんは続けましょう。でも1人足りない。何言うてはりますの？僕を足したらちょうど5000人ですやろ。まあ、もう少し様子見させてもらいますわ。今回のお客さん囲い込めるようよろしゅう頼みますわ。毕竟男主他们的表现实在超乎预料，而面对能带来丰厚收益的好苗子，老奸巨猾的金主干脆卖一波人情挽回点形象，这样他们也不好对自己提出无理要求。与此同時，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是放下了，而长女毫不犹豫对着男主的脸亲上去，因为动作太快，他们根本没有料到。なんか嬉しくて盛り上がっちゃった。貴様、八重に浴場しよって黒江しよう。さすがウブさん、チョロアマですね。だって、キス。男人意外获得类似预知梦的被动技能，起初他并不相信，毕竟次女是3姐妹之中与他关系最差的。可就是这么一个野蛮傲娇，居然会跟男主接吻，因此男主便没太放在心上，就当作是一场噩梦。直到2人蹲在路边系鞋带，有个小孩路过不小心撞到次女，这一刻男主人都麻了，想不到梦境真的会变成现实。也就在2天半之前，由于遭到长女的偷袭，这让男主的道心出现动摇，无法专注学习，不禁胡思乱想，还猜测对方可能喜欢自己。而对此也很在意的蓝毛则表示能帮他调查清楚，于是找机会问姐姐觉得男主这人怎么样。结果他直接发了张好人卡，随即蓝毛对男主解释，好人其实是无关紧要的意思，不过对于特殊脑回路的长女而言，感觉说的应该不是真心话，所以之后带着长女负重奔跑，尝试把她逼到极限，无心顾及其他的时候再问一次。可怎料他却说到只想回家洗澡。而等来到浴室，蓝毛硬着头皮直入主题，想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亲男主，该不会真的喜欢上了对方。内緒。
后面再得知依旧没有查出真相，无奈的他只好放弃，反正再怎么纠结也没用，况且这是他们大人之间的事情，找年幼的蓝毛商量本身就不对。此话一出，喜欢男主的蓝毛自然不喜欢听，随即阻止他对待小孩常用的摸头杀，然后趁男主没反应过来，便直接扑上去进行惩罚。被咬住耳朵的瞬间，他处理器差点报废，迫切的想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内緒です。说完这2个字，他便头也不回地跑出房间，只因为他本身功高低防，再不快点离开就要暴露了。第二天，思绪混乱的男主祈祷着，希望次女能够正常一点。然而大清早的他脸上满是心虚，还自曝说没有藏什么秘密。而长女见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觉得告诉男主应该也没关系。次女闻言坚决不同意，所以他只能打消好奇心。不过就在晚上，他发现蓝毛躲在次女门外偷窥，而对方正在拼命缝制护身符。随后得知，原来明天是蓝毛的生日，2个姐姐每年都会亲手给他制作生日礼物。至于长女这边准备的是各种玩偶，眼看着快要12点了，好胜心极强的2人带上礼物到客厅做比较，都觉得妹妹肯定更喜欢自己的。而见他们对自己如此重视，蓝毛也是非常高兴。然而此时意外发生，在推搡的过程中，2人不小心摔倒，那礼物就跟豆腐渣工程一样，说坏就坏。无奈之下，蓝毛只好出面调解。看着2人因为拿不出礼物而惭愧的表情，他声明这些礼物都很喜欢，因为其中包含着他们对自己浓缩的爱。于是纠纷就此化解，重归于好。随后男主也对蓝毛献上祝贺，但看着2人的努力成果报废，有些于心不忍，于是独自花了一个通宵，用针线把这2件东西给缝不好。不仅如此，他还准备了一张生日贺卡。由此3人又被他该死的雅莎系给感动到了。后来男主梦到和次女接吻，理由是为了向她表达谢意，这让男主感到非常不安，随即被院长叫回福利院。而次女早看出姐妹2人心态的变化，一番逼问才知道原来都瞒着自己吃独食。就当采取训斥的时候，2人反驳道，男主这段期间出了那么多力，应该要好好表达感谢，像次女这般冰冷的态度明显不好。闻听此言，他也稍微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与此同时，院长把新校服交给男主，而这就让他感到不解了，为何不直接发个快递送到神社？そんなの決まってるでしょ。君の顔が見たくなったのよ。そんなことかよ。调戏完男主之后，他打听到跟3姐妹过得怎么样，而他忍不住抱怨，那3人浑身都是缺点，如果没有男主帮忙，简直一事无成。为此，男主感到头疼。院长见状，当即指出他有些得意忘形，虽然爱管闲事是出于好心，但同时也会给他人造成心理负担。之后被批评一顿的他回到神社，却不料次女站在门口迎接，表示有些话想跟男主聊一聊。就当他感到尴尬时，次女莫名其妙的把手搭到肩膀上，再用极小的力道进行按摩。どうだ？気持ちいいか？まあ、気持ちいいけど、何なんだ一体。忽然发现男主鞋带松开了，他又蹲下身帮忙系上，也就是这个场景让男主想起早上的梦境。随着剧情发展，最后2人会亲在一起。这时次女描述她这段期间帮过的忙，现在姐妹们都很依赖男主，只是有些过头了。另外次女经过反省，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和男主之间的相处模式。もし夢と同じことが起こるんだとしたら、俺たちはこの後。だからだ。ありがとう。就当觉得有些意外，怎么没按剧情发展的时候，结果突然冒出个小女孩朝着母亲跑过去，顺便还撞了次女一下，而她整个人重心失衡往男主的脸倾倒，若是不出意外肯定会亲上，但可惜男主的刀心堪比钛合金，就算白给的福利都不要，甚至还庆幸有伸手挡住。随后次女掏出随身携带的粗盐，吓得男主以为今天又要变成咸鱼，可万万没想到她竟然是在给自身驱邪。接着面无表情的让男主赶快起身回去，仿佛对刚才那件事毫不在意，实则内心早已乱成一团。足りなかったか。汚れは払わねば。